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算是我经过我们第一季的14集以后，我试图想要整改、总结经验，然后我们开始了我们下一季度的第一集。那我也选择了新的背景音乐，也重新制作了我们影片版本的主视觉，那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在新的计划里面呢，我是更希望可以跟大家有更多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所以呢，和上一季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我希望每一集都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开始我们一整集的讨论。那也希望呢，每一集呢都可以激发大家一起思考也可以听到更多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没有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论点和知识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好吧，我们第一集呢，想要和大家从一个既沉重又深刻的主题开始，那就是死亡的哲学。我会选择这一个主题作为第二季度的开始呢，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我们真的可以面对死亡，和我们真的去接受死亡，无论是生命的结束，还是一个事件的结束，或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那我们才可以更好的重新开始，展开一段新的完全不一样的旅程。那说到死亡呢，大家或许会有各种情绪，恐惧、不安、好奇，甚至是回避。但死亡这个看似终极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的核心之一，因为只有当我们开始思考死亡，才会真正开始思考怎么生活。那今天我们会走进不同文化、哲学与艺术家的世界，去探索死亡的意义。同时我们会给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心理学家，很多不一样的创作者，他们都会去讨论围绕死亡这个主题来进行创作。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死亡？而死亡是否能赋予生命更深的意义呢？那我们就准备好一起开始吧。在历史中，我们去讨论一些死亡的议题，有一些仪式上的主题，我们可以来借鉴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古代文化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对于很多早期文明来说，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生命的一个新阶段。比如说在古埃及，埃及人就认为死亡是通往永生的门槛，因此发明了木乃伊制作和陪葬品。他们相信只要保存好身体和灵魂，那死亡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延续。比如说《亡灵书》这一本书当中有一句话说，那些了解此书的人将在来世获得永恒的光明。在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另外一种对照。在儒家思想里面，死亡是一种与祖先的连结。论语当中，孔子就说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思是祭祀祖先要像他们依然活着一样。而这种态度也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命延续的尊敬。而到了中世纪，死亡就变成了对天堂与地狱的惩罚式的理解。比如说死亡之舞这一种艺术主题，他就想要提醒人们，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而这时的死亡更多是一种道德审判，你的灵魂是否能通过审判，决定了死亡是否令人恐惧。进入现代，死亡逐渐从宗教话语中淡出，
成为哲学和心理学的讨论焦点。比如伏尔泰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提到，死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生活的老师。而随着医学的进步，死亡被更多的隔离在医院和安养院里，成为一个被刻意避开的话题。这是否也让我们失去了某种对死亡的直接思考？那我们来讨论看看哲学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我们先来谈谈佛教的无常与轮回。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无常，它提醒我们世间一切万物，包括生命，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生命轮回的一部分。在西藏度亡经中描述了灵魂在中阴，也就是所谓的过渡阶段这个当中的旅程。这本书告诉我们，死亡是认识真相的瞬间，它并不可怕，而是一次释放。这种看法也让人反思，如果我们能接受无常，是不是也能更平静地面对生命的终结呢？德国哲学家马丁·海格格尔认为，死亡是人类存在的核心。他提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认为只有正视死亡，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才能变得更真实。海德格尔说过，人是朝着死亡的存在。这句话看起来很悲观，但实际上他想要说的可能是，当我们知道生命有限，我们是否会更加珍惜每一天？这就像我们平常可能不会注意时间，但当我们知道某件事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才会倍感珍贵。另外一位哲学家尼采，他提出了永恒轮回的概念。他问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问题，他说，如果你的生命会无限次的重复，所有的选择和经历都会再现，你还能热爱这样的生命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说是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提醒我们，是否能够无怨无悔地接受每一天，甚至连那些不完美的部分，也都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死亡正是人生荒谬的核心。我们热爱生命，却终将失去它。但加缪并不认为荒谬是悲观的。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话中写道，我们必须想象薛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虽然巨石总会滚下山，我们的每一次努力最后都会失败，但我们在推动巨石的过程中，始终都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他们是如何面对死亡焦虑的。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在他的《直视太阳》这一本书当中讨论了死亡焦虑。他认为死亡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恐惧，但正是这种恐惧驱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他写道，当我们正视死亡时，生命会更加真实，我们将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亚龙的治疗方式中经常用到一种技术，那就是帮助患者去想象自己的葬礼，并问自己，如果不久后我就要离开，我是否满意自己此刻的生活？这种问题呢，往往会激发患者的深刻的行动力，去帮助人们做出更有意义的选择。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他就认为死亡是潜意识当中的一个巨大的象征，与个体成长的过程密切相关。他提出了阴影的概念。
就是我们压抑的恐惧和那种未解决的情感，往往会以死亡的形象浮现。荣格认为，只有我们接纳这些阴影，死亡才能转化为生命的智慧。他曾经指出，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心理转化的一部分，就像梦境当中的重生。这种看法其实与许多文化当中的这种重生神话，比如说凤凰涅槃啊这种神话是不谋而合的。他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直面死亡不仅是对结束的接受，更是新开始的契机。那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灵性与冥想当中是怎么去面对死亡的。其中有一个冥想的方法叫做死亡冥想，它源于佛教，它鼓励我们直视自己的终点，进而减少对无常的恐惧。这种练习的核心是一种视觉化的练习，就是你可以想象自己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回顾这一生，并问自己，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死亡冥想通常分为3步。第一步是你想象自己的死亡，比如临终之床或者一些葬礼的场景。第二步是你回顾你的这一生，思考你所有的遗憾与成就。第3步是问自己，如果我能重来的话，我会如何生活？练习者往往会发现，这种练习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因为我们接受了死亡的必然性，并且我们从我们的这些思考当中去汲取力量，好好的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另外一个冥想技巧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正念冥想，它并不直接讨论死亡，但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死亡焦虑的方式是通过专注于此时此刻，将注意力从对未来的不安当中解放出来。就如乔卡巴特金恩所说，死亡的阴影只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当我们能全然的投入每一刻的生活，死亡就不再是遥远的恐惧，而是对生命美好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到现代神经科学与死亡。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死亡焦虑与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活动有关。杏仁核是掌管情绪，特别是恐惧的部分。在一项针对死亡话题的实验当中，科学家发现，当人们思考死亡时，杏仁核的活动就会显著的增强。这表明我们的生理反应会将死亡与所谓的威胁这种信号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或者一些心理治疗或者一些更深刻的思考，这种反应呢是可以被重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所谓的恐惧感。另外有一些科学家，像是神经科学家伊本亚历山大，他就研究了所谓的濒死体验。在这些研究当中，濒死者往往描述初期的平静与光明。科学家认为这种体验可能与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有关，其中一个呢就是内啡肽，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带来所谓的幸福感。另外一个化学物质是多巴胺，它可以让人产生这种所谓的灵光乍现的感觉。它也解释了一些濒死者的一些灵性视觉的这种现象。那尽管这些现象都可以部分用科学来解释，但他们也激发了对意识超越的这个概念的哲学思考。也就是说，死亡是否真的仅仅是终结？我们再来看看物理学当中的死亡哲学。我们一定会讨论到的就是这个熵的概念。物理学当中，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我们，宇宙的一切都趋向熵增，也就是说，混乱和无序是不断增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正因如此，每一个有序的创造，无论是所谓的艺术，还是我们平常很混乱的生活遇到的一些意外，
都会变得更加珍贵。而在量子学当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意识可能与死亡后的量子场有关。比如一位物理学家叫罗杰·彭罗斯，他提出了量子意识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或许不仅仅是存在于肉体之中，或者是所谓的我们的心脏或大脑之中，而是与宇宙有某种更深层的结构相连。那这种理论呢，确实也挑战了我们传统死亡的概念。也就是说，死亡很有可能真的只是意识从一种形式转移到另外一种形式，而这个量子场呢，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让我们来谈谈艺术。艺术也为死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它将抽象的哲学和深刻的情感具象化，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理解生命的有限性与永恒性。班久保玲呢，他是服装设计中的一个哲学诠释者，他的设计常常挑战传统美学，利用不完整和缺陷来表达他对死亡的思考。你可以发现他的服装的不对称和裂缝是非常明显的，甚至看似是好像没有完成一样，但正是这些不完整赋予了作品生命力。在他的一次展览当中，系列服装命名为 Body Meets Dress, Dress Meets Body， 以异形的剪裁强调身体的不完美。班久保玲曾经说过，裂缝和破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短暂，提醒我们完美并非美的唯一形式。而这种设计哲学呢，也与我们第一季提到的日本的侘寂瓦比萨比的美学相呼应。侘寂就是强调不完美的美，以及生命本质的无常。班久保玲的作品也引导我们去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并从中找到美的力量。死亡与不完美并非恐惧的来源，而是我们理解生命深度的重要途径。另外一个想要和大家提到的是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他是一位以挑战性、以争议性著称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充满对死亡的直视，并将其置于人类社会的审视之下。他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是无尽的爱的形态，叫做 For the Love of God。 这是一颗用白金打造的头骨，镶嵌了8601颗的钻石，总重量超过1106克拉。而这件作品以其奢华和对死亡的强烈对比引起轰动。赫斯特曾经说过，死亡是我们唯一的确定性，但我们却总是试图逃避它，而艺术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方式。无尽的爱的形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死亡是否可以被美化？当我们将死亡与奢华并列时，它是否仍然令人畏惧，还是成为了某种崇高的象征？赫斯特用钻石头骨的闪耀，想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死亡无法被逃避，但我们始终都可以有选择权去选择如何面对它。另外一位想要和大家提到的艺术家是行为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他以脂肪和毛毯等有机材料来进行表演，表达了生命与死亡的相互依存。他其中一个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画作，提到了死亡后的沟通问题。当我们的语言无法触及死亡的深度时，艺术是否能成为某一种桥梁？而这些材料的选择不仅与死亡联系，也象征了死亡后的转化。脂肪会燃烧，毛毯会分解，暗示着自然界当中这些不可避免的循环。另外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法国艺术家苏菲卡尔，他的一系列创作遗物就展示了他与逝去亲友相关的物品，并以此探讨个人记忆是如何赋予死亡特殊的情感意义的。他的作品也告诉我们，死亡不仅仅是哲学与生理的问题，
也是所谓情感和记忆的延续。而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脑神经科学和物理学，甚至都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多的灵感和思考。比如说科学界的研究常常以循环视角来看待死亡，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人体细胞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所谓的细胞凋亡，是新细胞生成的基础，而这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恰恰就是生命延续的核心逻辑。那其中一位艺术家叫做安妮斯卡普尔，他的装置作品呢就常常借鉴这一视角，比如他用红色的颜料来模拟血液流动，来象征生命在死亡中的再生过程。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增长象征着自然界中无序的不可避免性。那艺术家呢，柴姆史密斯在他的绘画当中也将熵作为他的创作的来源，他的扭曲的笔触不断的去挑战所谓传统的秩序，呈现出一种死亡与生命交织的美学。好，那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死亡呢？第一个呢，我想要说的应该是让我们学会去接受无常，让我们和生命和解。正如佛教的无常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流动，与其去抗拒死亡，不如我们主动的拿回我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学会去接受它，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每一刻。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试图从我们的行动当中找到意义。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还是尼采的永恒轮回，他们都在提醒我们，死亡的存在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变得更加珍贵，而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自我定义的机会。那第三个我想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创造与分享，来和他人更好的连结。因为死亡或许是终结了个体，但我们的创作、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行动却能延续我们的存在。正如加缪所说，人类最伟大的勇气就是在荒谬当中找到快乐。那我们不妨也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考在这个世界上延续得更久一点。好，那这一集呢，我主要想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死亡并不可怕，它其实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本质。当我们能够接受死亡，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活着。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话，麻烦帮我一个忙，点击一下订阅，然后你可以点赞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其实我最希望的呢，是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的看法，或者你有对其他什么话题感兴趣，这对我继续来制作后面频道里的内容非常的有帮助。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我是 Melvin， 那期待下一次跟你的对话，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